各位来宾，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黑天鹅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所有的欧洲人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确实啊，当时看到的天鹅也都是白色的。10年前你害死我妈，直到1697年，陷害我爸入狱，用肮脏的手段才得到如今的成就。星耀之所以能成为10年了，兵，就是时刻保持狼性。终于等来这个机会，要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今天我就要让你血债血偿，才能让星耀乘风破浪，再创辉煌。你，芷东，猎奇，我的眼睛好痛！抓住他！芷东，索虚言。哎，别弄了，拿2条黄鱼送船上去。老板，你们的菜好没好啊？哎，好了好了。老板，来条鱼。鱼到了。开船！一条野生大黄鱼的价值不菲，但比不上你金贵。抓你，可比抓鱼麻烦多。为了适应黑暗，我承受了多少，你就要付出多少。得知你这2个月过得比我还要艰难，我心里可舒服多了。谢谢你。听人说，鱼胆可以治木质肿胀。你把我弄瞎之后，我鱼胆泡药，没少吃。那这么看来，好像没什么效果。鱼胆中的氢氰酸毒素可不比同剂量的砒霜要多。中毒之后，如果没有及时救治，会引发腹腔内所有气脏的衰竭。所以今天特地为你献上这一道美味，喜欢吗？有不有？除了尤震的女儿，还有谁能用这么愚蠢的方式去刺杀安国轩呢？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已经得手了。10年前，尤震挪用项目资金，甚至还闹出了人命。
死者正是尤震的妻子齐兰，而他们的女儿尤佑，从当时的天之娇女，堕落到了在夜店里卖酒。你说，要是你妈知道你干的事儿，她会怎么想？我妈不会复活，你也不会复明。别以为你替安国轩挡了毒酒，他就会重视你这个不受宠的私生子。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说我私生子。不过我现在就破例原谅你，而且我还要送你一份礼物。自从你爸进了监狱之后，你很久没去看过他了吧？这份孝心我替你尽了。哎，你知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正抱着这个八音盒，不撒手，嘴里还念叨着你的名字呢。你对我爸做了什么？激动什么呀？我犯得着对一个活着比死了更痛苦的人下手吗？我不过是告诉他，你的女儿活不过今天，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你弄瞎我的眼睛，我就让你永远瞑目。再见了，瑶瑶。高珊珊为什么来找他？齐格格我早有耳闻，他是唯一一个获得法国 NDA 建筑设计金奖的华人，会展中心事关星耀的继承人人选，而齐格格这样一位顶级设计师，能助他拿下这个项目。这么说来，高珊珊和东哥竞争的关键在于齐格格。哎，来了来了！好戏。贵妇来了，贵妇来啊！他就是齐格格。我们这些最顶级的建筑公司的猎头，全都是为齐小姐来的。齐小姐，我们可以一直都在等你啊。酒准备好了，我们猎头啊，都在等着齐小姐帮我们挑选未来的后起之秀呢。哦，想起来了，他是今年最年轻的评委。他为什么放一杯红酒啊？这证明这个设计师的作品啊还不错，但就像这个红酒一样，还需要珍藏和发酵几年。这个作品他看了这么久，肯定不错吧？居然是香槟啊！这就意味着这位设计师啊，可以提前庆祝了。
这杯可乐是什么意思啊？我真替这位同学感到悲哀啊！齐小姐的意思是让这位设计师以后远离设计行业，做个快乐的肥宅。齐哥哥，齐小姐。谢谢。你的眼睛，一场意外，但我听你的声音，却有种熟悉感。熟悉。或许我们有缘能成为伙伴。这款鞋被称为时代的眼泪，没想到齐小姐你这么怀旧。不过这双鞋似乎不太合脚。只剩下一双的经典款，就算不合脚，也得拿下。我和齐小姐一样，但凡是看中的东西，一定不会放过。所以今天，哪个作品是你看中的？我看中的不是作品，而是你。忘了做自我介绍了，宁海市星空公司总裁齐东。宁海，我只听说过星耀，可没听过星空。我相信，只要齐小姐加入我们星空，星空很快就会在业内名声大噪的。那就抱歉了，我选合作方和选鞋子一样，只喜欢经典款。经典款是过去式，创新才是未来式。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不像所谓的创新，看起来夺人眼球，实则只是一时的风头，很快就会被淘汰了，对吧，大哥？如果想要走得更远，合脚似乎比经典更重要，否则就会像齐小姐方才那样，一不留神摔了。二位是？哦，星耀集团副总高珊珊，齐东是我未婚妻的哥哥。你就是3年内为星耀收复华南市场的高总。如果学妹能够加入星耀，我相信用不了3年，星耀就能重新成为全国建筑行业的排头兵。对我这么有信心啊？当然，毕竟你我师出同门，都毕业于卢米尼，我相信学妹的眼光。容我考虑一下。大哥眼睛不方便，早点回去休息吧。你的墨镜。替我扔了吧。
你们要做什么？用一杯可乐就判人死刑的感觉，一定很爽吧？啊？爽不爽啊？爽不爽啊？我也想感受感受。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算什么事儿？滚开，这和你没关系。一个瞎子还想英雄救美？今天我就废了你！你自己闪开点。人呢？人呢？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你一直在跟踪我，齐小姐就是这么感谢自己救命恩人的吗？巧了，看来齐总和高珊珊想的一样。我和她不一样。哦，我想要的就一定会得到，得不到的就把它毁掉。谢谢。高珊珊开出的条件很好，给我一个拒绝她的理由。待我掌管星耀之后，我可以给你星耀的干果。齐总打算给我多少？让我猜一猜啊，高珊珊是不是答应你，助她掌权星耀之后，给你10%的股份？再多一点点。我可以给你 double。30%。齐总是打算让我成为星耀的女主人？你知道，要想成为星耀的女主人，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我这个人并不喜欢女人太主动，但是你的魄力，我很欣赏。所以，齐总承诺的还作数吗？明天一早，跟我回宁海。那就预祝合作愉快。
妈妈，我终于回来了。有有。站住！你是我的未婚妻，齐格格。齐总，十四啊，当年我抓到了你贪污的证据，你不是已经被安国轩赶出宁海了吗？怎么，现在突然又跑回来了？安董消气了，可怜我，让我回来做管家。啊，既然选择回来做狗啊，可就不要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了。当狗，也要当一只合格的看门狗。那，你可得好好保护我未婚妻的安全了。毕竟啊，她也算是你的半个主人。明白。今天是您母亲的忌日，安董让我过来送花。我母亲喜欢非常多种花，唯独不喜欢洋甘菊的味道。安国轩这是送花给我母亲的，还是送花给我看的？安董的意思，14不敢揣测。齐小姐既然是齐总的未婚妻，那今晚的家宴，你一定会参加吧？当然。齐总，今天应该打黑领带。现在赶紧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自然是为你而来，因为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继续。我一直很好奇，堂堂星耀集团的太子爷，为何会变成一个不受重用的瞎子？一查才知道，竟然是被一个女孩给弄瞎的。而那个叫游游的女孩，不久之后就死了。
不会是你杀的吧？看来你功课没少做。看来我猜对了。是又如何？怎么，害怕成为第二个悠悠啊？不，我比他聪明，我知道该如何选择。看来你对新身份还挺满意啊。当然满意，未婚妻这个身份，才能更好的接近安国轩，助齐总成为星耀未来的主人。今晚的家宴，希望你好好配合我，好好表现。你怎么了？我在想，住在这个宅子里的会是什么样的人？从现在开始，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只要你露出一丁点的破绽，他们就会像秃鹫一样，将你大卸八块，分而食之。所以，时刻牢记自己的角色，不能有半点的松懈。放心，我绝不会把今晚的家宴变成最后的晚餐。齐总，齐小姐，里面请。小姐说她心情不好，就不下来吃饭了。多大了还闹小孩子脾气？你说，这样吧，你给他备份饭菜，送到楼上去。是。见笑了啊，就这一个女儿宠坏了。都怪我。本来这次去海州是邀请齐小姐加入星耀做首席设计师的，结果事没办成，还让静静误会了。不过却促成了大哥和齐小姐的良缘。对了，你们认识好像才3天吧？恨一个人啊，需要一辈子；但爱上一个人，一瞬间就够。你什么时候准备的？从认识你的那一天，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所以为了避免你从我手中溜走，我得先下手为强，亲手为你戴上戒指，把你牢牢套住。齐小姐好本事啊，短短几天
就让我这个儿子铁树开花。你可是他第一次带回家的女人。不过，齐小姐，我怎么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呢？或许是因为我们本就有缘成为一家人。说得好啊！既然是一家人，齐小姐能分享一下你怎么和我儿子在一起的？我在海州做评委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对我蓄意报复，是祁东出现救下了我。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的往后余生都属于他。好一出英雄救美！不过太巧了，莫非大哥一直在跟踪齐小姐？对啊，我对格格就是蓄谋已久，不像你求而不得。看来齐小姐的出现，让我这个儿子和女婿啊，是针锋相对了。不过他俩心知肚明，最让他俩不安的，还是会展中心的项目。齐小姐，你说他们两个，谁会拿下项目呢？安叔叔，您想问的是，祁东和高珊珊，谁能拿下星耀的继承权吧？这几年呢，我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在外面呢，有很多星耀的传言，我呢也是想听听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嘛。表面上是星耀继承权的争夺，实则是这些年星耀的经营困境。销售断崖式下降，星耀急需一场变革，刮骨疗毒。所以，谁能带领星耀杀出重围，绝地反击？谁可不就是星耀未来的掌舵人吗？好一个杀出重围，绝地反击啊！齐小姐，果然是秀外慧中，怪不得他们两个都想把你纳入麾下。齐小姐，我的部门随时欢迎你的加入。你还真的是百折不挠啊！你们两个呀，不是冤家不聚头，不如把针锋相对这个劲儿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多久没陪我下棋了？珊珊，下棋，吃饭。齐总好。看见齐格格了吗？没注意啊。正式入职的第一天，还适应吗？慑于齐总的淫威，同事们都对我很友好。那我希望你不要因此恃宠而骄。方案呢？这个方案，屋顶以鞋类构架覆盖，玻璃打造的透明空间，横跨了整栋建筑，模糊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届时搭配上独特的灯光设计，完美契合了会展中心主打慵懒神秘的半透明风格。不知道齐总可还满意？你应该去问招标会主席符总，他是否会满意。
设计方案的好坏，他并不在意。对付福总，还需对症下药。没想到，齐小姐还是个老中医。老中医可算不上，但是治你绝对是足够了。说吧，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宁海市非职业击剑大赛，齐总应该听说过吧？你是想参加这个比赛？没错，福总就是赞助商之一，他可是个骨灰级击剑粉，这些年也赞助了不少业余剑手出赛，但最好的成绩仅仅止步于16强，他服食六郎的名号也是因此而来。我在想，倘若有人能帮他一雪前耻，会展中心项目即便不是10拿9稳，也能占个近水楼台吧。看来齐小姐对于自己的击剑水平很有信心。击剑是讲究速度、准度和爆发力的运动。我通过听声辨位来跟你比一场，想赢就拿出你全部的实力。你没事吧？我看你不是瞎了，是眼睛长其他地方了。有些事情不用看，要用心。悠悠，你应该猜到了吧？不管在你眼里我现在是怎样的人，你终究会明白我的。
这个女人能在5年前那么极端的环境中活下来，卧薪尝胆酝酿复仇，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眼下我们只要拿下会展中心，就可以将高珊珊这颗眼中钉给彻底拔掉。我绝不会把悠悠让给任何人。你还有5分钟的时间。5分钟做什么？化妆洗漱，迎接我准备给你的大餐。怎么不吃啊？不合胃口吗？瞎子做饭也能吃。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大费周章做这一桌子菜，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奖励你啊！奖励我？奖励你通过了考核，有资格去参加女子佩剑组的比赛了。那麻烦你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带我来你家？听你这意思是，你希望昨天晚上去的是你家？首先，作为我的未婚妻一直不来我家住，不妥当吧？其次，带你来就是来带你特训的。特训？就在这儿啊？昨天你因为压力大，还有贫血而晕倒，你需要补铁，否则以你现在的体能，根本撑不过3回。那就不好意思了，我可不是肉食动物。人类啊，自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是超级的肉食动物。人一旦饿到了极点，不但会找肉吃，甚至还会吃人。而你如果想要战胜你的对手，
最好的方式就是吃掉他的肉体，将它融于你的血肉，让他的力量填满你。快吃吧，这是你的必修课之一，改善体质。14的笔，你把它怎么了？怎么？你该不会以为我把14给杀了，还把他分尸，然后把他给煮了吧？你杀的，警察现在就来抓你。开门看看，是不是你嘴里所说的警察？嗨，我们是曲总请来的造型团队。这就是你的特训必修课之2，改变造型。开始吧。是。齐先生，造型已经做完了。我觉得很好，比赛当天就这么穿。说的好像你能看到一样。用心感受的。什么意思？送给你了，如果你高兴的话，也可以送给警察做礼物。昨天最后那招，勤加练习。又来了。奇怪，这个短短1个月就把悠悠调教成击剑行家了。他本来基础就好，你且看着吧。有点意思。悠悠这局赢得漂亮。就看这局了。这回终于是够强。不过这接下来16进8，对手黄梦是去年的亚军，悠悠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场比赛才刚刚开始。朋友完全落于下风了。我们跟真正高手比，悠悠还是不行。看来是时候使出他的杀手锏。这招的关键是旋转、上步、机会，峰哥！这最后还是输了，功亏一篑啊！不，赢了。请问是齐小姐吗？我是。恭喜啊！谢谢。福总让我给您带个话，剑锋之道的大门会一直为您敞开，永久免费。嗯。咋了？钓不上鱼，坐不住了？福总说笑了，我是钓不到，您是不想钓。我看您这鱼饵都要被鱼给吃光了，也不见你起竿，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在这喂鱼呢。这鱼饵啊，多放点，这小鱼才能吃饱。这小鱼吃饱，吃小鱼的大鱼才能上钩。不钓了，先吃饭吧。好。谢福总。Cheers。吃吧。真不好意思啊，福总，我呢打小就不爱吃鱼，尤其是海鱼，我海鱼过敏。哼，其实文文啊也不喜欢吃鱼，甚至都不喜欢击剑。啊？因为我喜欢，所以呢，我从小就让他练，天赋异禀啊。哎，你还记得你对付黄梦的时候用的那一招？被击中的对手会感到一种令人恐惧的眩晕感，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趁你啊这个意识还在的时候，
我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完整。文文其实是我在孤儿院领养的，我非常喜欢她，她就是上天给我的天使，纯洁无瑕，我非常珍惜。从小到大，我都给她最好的，她要什么我给什么，只有一个条件，她不许离开我。可是，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了我，要跟他私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14，他还是安国轩的手下，他只是一个小混混。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痛恨安国轩吗？那是因为他明明知道我女儿是因为那个小混混而自杀的，他还安排做他的管家，这是对我最大的藐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祁东的把戏？我明明没有吃鱼，我也没有喝酒，难道……对，你把酒吐了有什么用？你要放在这儿。baby， 祁东真的是很聪明啊，他选你做文文的替代品，非常的合适。但你知道为什么明明我知道这是一个坑，还往下跳吗？那是因为你可以弥补我最后的遗憾。这都是我的人，你跑不掉的。站住！站住！别跑！
我记得这个八音盒是送给你作为陪葬的，没想到5年之后你没死，它也还在。这是你修好的吧？不过有些东西啊，破裂了就是破裂了，即便修好，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明明复明了还要装瞎，所以到底是谁在自欺欺人？不装瞎，怎么能够欣赏到你精彩的表演呢？游泳。明知道我的身份，还让我登堂入室；明知道我和高珊珊联手，还顺水推舟。我怎么觉得，在表演的人好像是你呢？那你觉得，我知道这一切之后，为什么要救你呢？很简单，如果我死在那儿，警方调查起来，你也脱不了干系，这是第一个原因。继续。第二个，或许对你而言，我还有利用价值。我总有一种感觉，你的目标远远不是拿下星耀继承人这么简单。所以，我的能力让你觉得暴露给安国轩有些可惜，你舍不得让我死。你作为安国轩的私生子，本就对他心有怨言，你更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狠。你明明是为他挡毒而下，他却弃你如敝履，转而就扶持高珊珊了。我猜，你想要的不仅仅是星耀，还有让安国轩体会失去一切的绝望。猜的是不错，只可惜啊，你的破绽太多了。像安国轩那样的老狐狸，只需要轻轻嗅一下味道，就能摸清你的底细。小时候，我以为东西破碎了就可以修补，长大后我才明白，即便修好了，裂缝也不会消失。所以，现在的我有破绽，毁了便是，这样破绽就永远都不存在了。你猜的没有错，你对我的确很有用，只不过你也只能为我所用。只要你能全心全意地做我的棋子，我保证，我能让你得偿所愿。哎呀，今天有口福啊！珊珊亲自下厨，让我尝尝。还真得到你爸真传了啊！说说吧，费那么大心思做了一桌子菜，有什么好事要宣布？其实今天做了这一桌家宴，是为了庆祝齐小姐劫后余生。说来听听。福总这个衣冠禽兽，看起来是提携后辈，实则是觊觎齐小姐的美貌，所以带她去海滨餐厅。
幸好大哥单枪匹马救了齐小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大哥真厉害，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做这么多事。我特别想知道，大哥是怎么从一众保镖中把福总抓出来的？你俩是派人潜伏在现场的吗？怎么说的，跟你们亲眼瞧见似的。你的眼睛好了。好了。什么时候好的？去海州之前。大哥，既然你早就复明了，回来还继续装瞎，难不成你是想时时刻刻提醒爸，你为他挡毒，好利用爸的愧疚之心，顺利成为星耀的接班人？所以这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啊，这是欺骗。爸，我记得你说过，你最讨厌欺骗你的人，对吧？爸一向一言九鼎，所以祁东根本没有资格继承星耀。安叔叔，您在黑暗中生活过吗？您知道被困在无尽的黑暗中，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是怎样的绝望吗？这样的生活，祁东他过了整整5年，5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失明让他失去了继承权，他只是想让安叔叔念及他的牺牲，重新回到星耀，为集团出一份力罢了。并且符号入狱是祁东举报的。我还以为大哥有什么高招呢，原来是贿赂符号不成，恼羞成怒，去举报他了。不，贿赂符号的另有其人。祁东让我接近他，也是为了探查线索和证据。因为祁东明白，符号恨星耀入骨，只要他在位一天，无论是星空还是星耀，都无法拿下会展中心项目。不只是会展中心，还有茂岗3期、金屿湾，只要是他手里的项目，一个都不会给星耀的。我从来不会原谅欺骗我的人，但是今天我原谅你，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我很满意。爸，你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你解决不了符号？安叔，是我的问题。我要的不是承认无能的态度，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未来带领星耀更上一层楼的接班人，遇到符号这样的绊脚石，必须清理。安叔叔，您刚才的一番话让我觉得，您更不应该责备祁东，而是应该嘉奖他。祁东功过相抵，倒是应该奖赏你呀，祁东，你找了一个很好的贤内助。打开看看。这个图纸是10几年前的，但设计理念十分的超前。祁兰，不愧是当年建筑界的第一女设计师。这个水准放在现在也是顶尖的水平。
没错，如果不是当年的那场意外，齐兰现在应该早已拿遍国内外的建筑设计奖了。哦，你知道的？当然，我做会展中心的时候，把星耀过往的项目资料都翻看了一遍，包括宁海广场，设计得非常好。这个图纸我一直收藏着，今天把它送给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和齐兰当年一样的锐气。光有锐气有什么用？建筑终究不是纸上谈兵，再好的设计不能呈现出来，终归不过废纸一张。不，这张图纸将会成为宁海市的地标性建筑。我打算重新启动宁海广场项目，你们两个谁拿下会展中心，谁就作为继承人，负责宁海项目的重建。妈妈，我作业都做完了。小滑头，你是想让妈妈陪你出去玩吧？爸爸说宁海广场是妈妈的心血，妈妈放心，我不会打扰你的。这个确实是妈妈的心血，但你才是妈妈的心肝宝贝。你来做什么？刚才的表现很好。安国轩用手稿来试探我，说明他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之后的行动要更加小心。不只是安国轩，高珊珊今天大摆鸿门宴，应该是提前知道我复明了。你说她是怎么知道的呢？有时候最了解你的不一定是队友，还有可能是你的对手。你呢？是敌是友？我是你的一把刀。都说利器在手，不可假人。你确实是把好刀，要好好的掌握在手心之中。只不过，你的刀尖究竟像谁呀？怎么？你怕了？我提醒你，不要让自己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去告诉安国轩你的真实身份。你舍不得。从明天开始，搬到我的别墅来，一刻也别离开我的视线。小哥哥，我的八音盒不见了，你能帮我找找吗？
数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你把它搞坏了，你得赔我。对不起。爱一朵喧闹，幸福的你会弹钢琴？不到。这样吧，你教会我弹这首曲子，我就原谅你了。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却又想把这份爱抓牢。齐小姐，行李这种事儿我来就行了。你做什么？齐小姐，您见谅啊。东哥有要求，说在会展中心前的这半个月，不允许齐小姐使用任何电子产品。齐小姐，手机，你放心，东哥吩咐过了，不允许任何人随便翻看齐小姐的私人物品。我住哪儿？齐小姐，您住的是2楼的套房，已经收拾好了。这位呢是梅姐，另外，东哥在等你。既然这么喜欢黑暗，又何必花那功夫去治眼睛？那样的话，岂不是就看不到你现在的表情了？多可惜啊！行了，说正事。你凭什么让不凡没收我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我长时间生存于黑暗，所以我特别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阴暗面。这种阴暗就像黑洞一样，会迫使人的欲望无限趋近。所以为了避免被阴暗吞噬，我只好未雨绸缪。毕竟你前科累累。这么信不过我，又何必和我合作呢？信任啊，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既然我让你留在我的身边，这就说明我有信心，能让你心甘情愿地为我所用。友情提示一下，竞标只剩下半个月了。手机没收我可以理解，但电脑没了，你让我怎么干活？目前你什么都不需要干，只需要老老实实的做我的未婚妻就行。那设计方案和标书谁来做？当然是我。哼，行啊，你这么能干，你就一个人都干了呗，我也乐得自在，就当在豪宅度假了。吃穿用度，你有什么需要，就找不凡和梅姐，他们会满足你。放心，我没打算给你省钱。
帮你捏捏肩嘛。小破，小破，悠悠姐在呢。情况如何？还有3天就要竞标了。晚饭的时候，我探了祁东的口风，标书应该是快做完了。稍等，我看看啊。出来了，标书出来了。梅姐早早睡觉了，不凡这会儿在梦里打游戏呢，不足为惧。那你一定要看清楚密码。祁东这家伙有强迫症，晚上12点必须要洗澡。还有半个小时，我一会儿就下手。嗯。神经病，洗澡都不开灯。小破，密码0721。我说数据你来记。来不及了，悠悠姐。是的，灯开了。这家伙今天怎么洗这么快？没关系，他也得吹头。按照之前的规律，他吹头发只要2分钟。标书里有几百个数据，来得及吗，悠悠姐？没问题，我只要记关键几10个数据就行了。悠悠姐，他从浴室出来了，赶紧躲起来啊！知道了，别影响我记数据。悠悠姐，悠悠姐，赶紧躲起来！喂，喂，悠悠姐，悠悠姐。Surprise！ 你在我的书房里做什么？作为你的未婚妻，星耀未来的女主人，难道我就不能关心一下你的工作进度？标书已经完成了，你大可以放心。现在，出去。该死，还差一点。看你这样子，稳操胜券了吧？那就恭喜你了。夜以继日12天，
终于把标书给做完了。是吗？既然是恭喜，礼物呢？我就是啊。我这个礼物，齐总可还满意？不好意思，我是肉食动物，你太素了，早点睡吧。行吧，慰问结束。忘了告诉你，荤腥吃多了容易消化不良。晚安。小破，我不是说过了吗？在竞标会结束之前，不准你踏出这个房子半步。在家待太久了，我现在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真是想出去透透气，还是说你想借这个机会出去见见别人啊？你这控制欲也太强了吧？那我出去，总不至于半个人影都见不到吧？别说是人影，鬼影你也别想见着。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不凡24小时紧紧看着你的。行。后天就是招标会了，我必须要想办法把报价单给送出去。只要受了伤，就能出门了。启东，你没事吧？启东，梅姐，梅姐，哎，梅姐来了，快帮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这刚走开2分钟，去医院啊！我去备车啊！启东，我们去医院，走。怎么样了，医生？他这个是轻2度烫伤，还好处理的及时啊，没什么大碍。后期呢，注意清洁卫生，避免感染啦。这个创面可以抹点烧伤膏，能促进愈合。再有就是营养要跟得上啊，辣的不能吃啊。一般情况下，2周左右就可以结痂愈合了。谢谢医生。没事儿。为什么要保护我？我说过，你是一把好刀，我是不会让一把好刀变钝的。那，你用我这把刀的代价有点大。你知道。东哥，东哥，东哥，你没事吧？我听梅姐说你被烫伤了，我就火急火燎从公司赶过来。你要植皮的话，就植我的。植皮只能植自己的皮。再说了，我伤的没有那么严重。哎，那就行。不对啊，不是梅姐做饭吗？怎么你被烫伤了呀？还没有缴费开药呢，去吧。东哥，怎么回事啊？这一出苦肉计，着实让人感到意外。还是学妹厉害，竟将祁东送进了医院。的确很让人意外。祁东皮糙肉厚的，被烫伤倒是没什么大不了。倒是学妹没有受伤吧？我没事，不用担心。那就好。那报价单。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妈妈，你别离开我，我是悠悠。学妹这是怎么了？还有这么多愁善感的一面？学妹倒是让我愈发感兴趣了。比不上学长，2副面孔，自由切换。这才是我认识的齐格格。这齐格格还真有点本事啊！看来会展中心项目也是高总的囊中之物了。通知所有人，回公司加班修改竞标方案。这悠悠对自己太狠了，为了传递情报不惜自残。幸亏东哥你护住他了，要不然他肯定中毒烫伤啊。他为了复仇，连命都可以不要。烫伤算得了什么？那东哥你干嘛管他呀？你让他烫伤不就完了？如果他中毒烫伤了，谁去给高珊珊传递情报？
你去啊？不是，那你这牺牲也太大了。如果我们2个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我宁愿那个人是我。东哥，你不会喜欢上悠悠了吧？我这是为了不让事态发展变得严重，你懂什么你？恢复的这么快啊！我才刚走一会儿，你已经可以打人了。所以，我已经可以出院了。哎，不是，东哥，你不多住2天啊？想住你自己住吧。你的伤好些了吗？这么关心我？我是担心你下午招标会因为受伤发挥失常，责怪到我头上了。我对我的方案很有信心。怎么？想要到现场一睹为快？我可不去。稳赢的局有什么看头？看来你很喜欢险中求胜。比起毫无悬念的结果，你我都更喜欢出其不意的转折，不是吗？看来我们是越来越合拍了。帮我选条领带吧。就它吧。确实是你的风格。什么风格？花之下藏刺。那你要小心被刺伤了。除了你，没有人伤得了我。你今天就在家等我凯旋，千万不要趁我不在的时候乱跑。你放心，今天我会亲自下厨，做一桌好菜，等你凯旋庆功。不过这一次我会小心油锅，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东哥也真是，非得让我盯着悠悠做饭干什么呀？齐小姐，怎么又炸油锅呀？齐小姐，齐小姐，糟了！经评审小组商定，此次临海会展中心竞标会中标的公司为星耀集团，子公司星空，恭喜！恭喜！
嗨，你怎么进来的？你要做什么？当然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了。瞧你吓的，我逗你呢。你要干嘛？我想帮你啊。帮我？我这个人向来爱憎分明，只要你交出视频，说出指使你的人，我便既往不咎。什么视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样的话，我只能叫警察了。找死！哎呀，你对我做了什么？瞧瞧你！记性真不好，这不是你前主子惯用的招数吗？我在你的毛巾里加了点料。我这个人不懂针灸，偏偏好奇心很重。你说我这一针要是扎进你太阳穴里，会不会让你想起点什么？我不信你敢扎我！我说，你先把针拿开，你先拿开。说吧，谁指使你那天偷录视频的？高珊珊，祁东给了你多少钱，让你颠倒黑白？我没骗你，这一切都是他亲手策划的。高珊珊深知副总对安国轩恨之入骨，不可能轻而易举的将项目交给星耀。就凭你每天陪副总跑步，别做梦了。于是他便提出，在继承星耀之后，将10%的股权给副总，而你便是作为赠品打包在这笔交易当中。但事实上，高珊珊连这10%的股份都不想给副总，于是他便拿钱砸我，让我偷录下他将侵犯你的视频，以便作为把柄要挟副总。视频在哪儿？我按照高珊珊助理的指示，去停车场与他碰头，交出视频，换回我的尾款。喂，我到了。放心吧，视频只有 U 盘里这一份，绝对没有备份。抢了？就在你跳海的第2天，符号出事之前。臭死！当初在餐厅就应该弄死你！你居然没死啊！既然你来了，我猜祁东应该也来了吧？聪明。看这情形，你应该已经拿下会展中心项目。多亏了你。如果不是你和高珊珊暗通款曲，苦心传递报价，我又怎么能在今天的招标大会上大获全胜呢？看来你每一步都已经算好了。如果我算好每一步的话，我就不会让你落入这个人渣手里。
了，祁东。没事，晕过去了。不必为这种人脏了手。对了，这支钢笔，你的吧？车祸当天捡到的，原本想要还给你，但你小子跟我玩消失啊，所以我只好物尽其用，借花献佛。这个是文文送你的定情信物吧？谢谢啊。钢笔可以给你，不过这个定位器，麻烦解释一下。这里的事情需要有人兜底，而我伪造死亡假象本身已经违背法律了。符号完了，我心愿也了了。早该戒了。其实他一直都不喜欢我抽烟。我答应他了，却一直都没戒掉。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有些事情可以慢慢做。现在想想，高珊珊不是你对手，但你务必要小心安国轩这个人。他这个人极其的狠辣，他比任何人都要心狠手辣，而且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掉任何人。放心吧。这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唉，这么多年确实太累了，终于能给自己放个假了。倒是你啊，如果喜欢就去争取，再多的难言之隐，再多的阻碍，那都不是问题。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等你出现之后再出手吗？我就是要看到悠悠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你的反应。你看重的可不只是他的能力，你真的在乎他。我是过来人，心里跟明镜似的。我跟你说，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些弯弯绕绕，还有那些纠葛过往，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一点，我只能追悔莫及了。但你还有能力改变。我保同。对我来说，进去了，我心里更踏实。走了。我会替你找最好的律师。好好保重。徐鹏拍的视频，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东西？曝光，符号强奸未遂，高珊珊背后推波助澜。这个视频加上徐鹏的作证，足够把高珊珊送进去。你这是干什么？我最终的对手是安国轩，为了这么一个高珊珊，把你搭进去，不值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符号对文文只是普通的父女之情，所以让你去应付符号。只是你选了高珊珊，没有选我。你明知道献祭事件是高珊珊所为，不告诉我，还配合我演一出戏，我怎么敢选择你啊？
彼此彼此吧。你不也一直利用我，暗中给高珊珊助力吗？我知道。其实你心中一直有一根刺，你担心我找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报复你、折磨你。但是我现在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你弄瞎我眼睛，早在5年前，我将你扔下大海的时候，就已经两清了。5年前你把我扔下海，其实是给安国轩演的一场戏吧。你真想杀我，有1000万种方式，为什么要选择破绽最多的那一种？附近有那么多渔船，只要我幸运一点，就会有渔民把我救上来。对你而言，我是你扳倒安国轩最大的助力；对我而言，你也是我最好的选择。既然我们一脚两清了，是时候开启真正的合作了。东哥，东哥，有个坏消息。没事，你说吧。瀚海集团那边传来消息说，这轮竞标的结果作废了，下周重新开始竞标。理由？有群众举报称，天域建工那边暗中窃取了星耀集团的竞标数据，证据确凿，天域也被取消了竞标资格，天域那边也照单全收了，没有任何异议。好一个自导自演，一定是高珊珊买通了天域的竞标负责人，做好了竞标失败的备案。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想办法瞒住徐鹏被抓的消息，先不要打草惊蛇。还要劳烦齐总陪我演一出戏，让高珊珊以为我还为他所用。随时奉陪。你大半夜的跑到我的书房来干什么？我来安慰你啊。安慰我？竞标赢了，招标会却作废了，心里不大好受吧？看你的样子，好像没睡好。这出戏，你到底还要跟我演多久？我演什么戏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高珊珊暗通款曲，想尽办法给他传递报价单。你有证据吗？你为了给他传递报价单，导致我烫伤，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从现在起，不准你踏出房间半步。松手！你松开我！哎，你干嘛？你放开我！你放开！放开我！祁东，你放开我！祁东，放开我！祁东，对不起。祁东，你放开我！你放开我！祁东。要干什么？我今天就绑你！我告诉你，你敢绑我？祁东，你现在马上放开我！听着，你敢咬我，这个就是你的下场！我喝你3天，我看你还有没有劲儿！祁东，祁东，放开我！这大半夜的怎么吵起来了？把他给我看住了，
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那还用给齐小姐送饭吗？1日3餐，照送不误。哎，不好！哎呦，我的排骨！什么味道啊？不好意思啊，齐总，菜不小心烧糊了。他怎么样了？都挺好的。那个早饭我喂他吃的，吃了不少。齐总，您放心吧。午饭我端上去了。还是我去吧。齐小姐正在气头上，我怕你俩一见面又得干仗。想通了还是气消了？亲自来给我送饭。你给他送的吧？我看齐小姐绑着，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就擅作主张。要不是梅姐，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新方案。这新方案就当我将功补过，我们可以休战了吧？你以为就凭这个设计初稿，我们之前的恩怨就能一笔勾销吗？那你总不能一直把我绑着吧？你还有5天时间，完善设计方案。不过，别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招。放心吧，我可不想再被绑。梅姐，齐小姐，你怎么下来了？你别担心啊，我今天既不会把厨房烧了，也不会把自己烫了的。今天是祁东的生日，我想亲手煮一碗面，和他缓和一下关系。那好吧，我这也差不多了，有什么事儿喊我啊。好。怎么，又来偷看标书？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的确盗了你不少时间，害得你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还真忘了，可别跟我说你从来不过生日那套。我的确不过生日，对我来说，过生日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过，你给我做的这碗长寿面，
正好是我妈妈最爱吃的面筋面。那就巧了，我还真的就只会做面结面，是我妈妈教的。都说头七那一天，死去亲人的灵魂会回家。我妈妈头七那一天，我给她做了一碗面结面。对我来说，那一天比生日更加重要。行了，不说这些了。等等，我都没来得及准备蜡烛，但是仪式感是要有的。许个愿吧。哦，对了，刚刚你告诉我一个秘密，现在我还给你一个。我在里面加了酱汁，你准备好了吗？该你表演了。好了，可以许愿了。快吃吧，面都坨了。你怎么了？启东，启东，启东，你没事吧？启东，梅姐，快叫救护车！梅姐，梅姐，哎，快叫救护车！哦，马上啊！会展中心是宁海市地标性的重大工程和加快对外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设施，它的建成将有效地带动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全方位的集聚，有力地提升宁海市的城市能级和形象。我很期待在座的各位建筑界的栋梁能够最近血压还是有点高，得记得按时吃药。你说他们两个谁会中标啊？听说齐总生病住院了，无法参加竞标，高总一面的。大家好，我是星耀集团的负责人高珊珊。这一次呢，我们特意邀请了英国、法国的著名设计师参与此次的设计。我们将采用新型的环保材料，使未来感与自然相碰撞，从而成为更好的宁海市地标性建筑。非常谢谢大家。下面有请4号代表。4号星耀集团子公司星空的代表到了吗？如若按规定时间未到场，则视为自动弃权。4号代表未到场，我宣布4号标作。等等。大家好，我是星空公司的负责人祁东。
宁海自古以来就有江南水乡的美称，而如今临近水岸的会议中心，将传统油纸伞的概念融入到了设计当中，效应八方客。我一直认为一座充满活力、充满地域特色的会展综合体，它不应该只承担起展览的功能，它更应该承担起城市属性、地方属性的特色，既有朦胧灵动轻盈之美，更有敢立于尖端之上、不惧风霜的魄力。这就是我们想给世人看到的宁海的形象。看来这个高珊珊和我儿子比啊，道行还是不够啊。下面由我来宣布竞标结果：幸福万家89分，天海集团83分，星耀集团90分，星空95分，星空中标。恭喜你们啊！感谢。设计方案和标书都很有锐气，只不过那个8%不是偶然吧？还是逃不过您的火眼金睛。先要降本增效，将下浮利率控制在8%。我们星空也可以。好，再次恭喜你们，合作愉快，希望你们早日开工。谢谢。今天看高珊珊那个气急败坏的样子，实在是太爽，我心里这口恶气总算是出了。我也是。话说，你是怎么发现梅姐异常的？果然，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那是当然，可惜只是让高珊珊失去竞标机会，没能把这个家伙送进监狱。要不是你把视频给毁了，人证物证俱在，肯定能让高珊珊身败名裂。可惜了。更可惜的是那碗面吧。你等一下。好面不怕晚，吸取了昨天的经验，今天这碗保准更地道。尝尝。一个人喝多没意思啊！你可不能喝，你伤口没好呢。你喝这个。怎么没了呀？你喝的够多了。小瞧我，想当年我在夜店卖酒的时候，那可是销冠，放眼整个芭提雅，
恕我最能喝。啊，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我最讨厌别人同情我了，他们只会一边说我可怜，一边从我身上压榨利益，占取便宜。我和他们不一样。你当然不一样了，你可是我仇人的儿子。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安国轩和你，我没醉，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你说你这么恨他，难道他不是你亲生父亲？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我也希望时间冷却，他不是。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你当然不一样，你可是我仇人的儿子。东哥，梅姐那边已经开除了。我知道了，被拔掉了卧底，高珊珊能消停一阵了吧？他这人睚眦必报，很快会再有动作，不能掉以轻心。学妹，这是来找祁东？和你有关系吗？当然有。要想知道原因的话，就跟我走一趟。你请我来，不会就是为了让我欣赏你的球技吧？学妹应该还不知道，我不仅取代了祁东成为星空集团的负责人，下周股东大会，安董还会当众任命我为集团总经理，并且给我30%的股份。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每次都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起死回生。说说吧，我倒是挺好奇的，能把安国轩都拿捏的，会是什么阴招啊？也没什么，不过就是和安董钓了个鱼而已。钓鱼嘛，只要钩下的深，饵放的足，
再大的雨也会咬够的。学妹这是干嘛？可真是太让我伤心了。你也有心。感受到了吗？他在滴血。他说他生平最讨厌被背叛。你给我放手！记得不久之前，我还和学妹在这里打高尔夫，如今是伤透了我的心，得补偿我，得补偿我。放开我！放开我！放手！高珊珊，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激动，不要！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哥发这么大脾气啊，有意思啊！我警告过你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怨不得我。我难免不会认为，学妹是不是暗示我可以？学妹，怎么一个人来了？祁东呢？怎么没有陪着你？哦，我忘了，他还在拘留所里蹲着呢。正常交易，我一个人来足够了。但如果你想玩阴招的话，要蹲的恐怕就不是拘留所，而是监狱了。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得多谢安静静，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你。她送的大礼，我自然是要照单全收的。有本事查我！录音呢？我倒是特别好奇。你怎么知道我拿捏安国轩的证据是录音？这不就巧了吗？学长喜欢钓鱼，而我喜欢潜水，老天也在帮我。佩服，我现在倒是有些后悔，当初应该好好珍惜学妹。有学妹的辅佐，我哪用得着什么录音啊？不必废话，进正题吧。刘飞兄妹现在在我手上，并且他们愿意配合我指证你。录音在这儿。事情筹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账都做好了，局也设好了。后续宁海广场的工地出了任何问题，这口锅都是尤震来背。我们3个人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尤震一个人给霸占了？忍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不济，把这个大僵尸给清除掉。谁让你进来的？东西没问题，录音笔给我，所有的备份都删除掉吧。要想交易，货总得备齐吧？他们兄妹人呢？人我不能交给你，你也别无选择。那总得让我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让你的人拍段视频过来。看来你没有诚意和我做交易啊。没诚意的是你吧？刘飞现在叫什么？实话告诉你吧，我给了他一个新身份，他现在已经改名换姓了。你连人都没见过，在这给我唱什么空城计呢？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到我这边来，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那就抱歉了，你实在太恶心了，我无法说服我自己。安静静说的没错，只要是启动的东西，我都想得到，包括你。我杀了你！你要杀了他，我可就是人证了。刘飞，你怎么在这儿？你要杀我灭口，我自然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了。毕竟这天底下就没有比拘留所更安全的地方。原来你进拘留所是为了找他？没错，不然我为什么要脏了自己的手？果然论起玩心眼，10个高珊珊也不是祁东的对手。高珊珊，别过来！我们已经报警了，你就束手就擒吧。刚才的故意杀人罪，加上你4年前买通刘飞致使安静静残疾，够你在牢里蹲个10年8年的。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安国轩的录音曝光。报！你现在就报，我求之不得。最好安国轩跟你一块儿进去，到时候整个公司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好啊，大不了鱼死网破。安国轩出事了，星耀也会受到牵连，到时候你启动只会得到一具没有价值的空壳。这是你们逼我的。珊珊，不要！安静静，我今天叫你过来，就是要让你看清他这副嘴脸。你的腿就是高珊珊弄残的。4年前，他买通刘飞，故意在滑雪场撞你，弄残你的腿，然后让你一步步沦陷，再也离不开他。珊珊，警察要来了，你要挟持我，你才能跑。安静静，你疯了吧？啊！你放开他，可以让你走，你以为我会信？你们要是敢过来，就让他给我陪死！珊珊，你快走！这里交给你了。回去小心！再过一会儿，我的人就会来接我，到时候启动一辈子都找不着我，而且还有你在这陪我。启东，你快报警，别让高珊珊逃走！珊珊，你放了他！我已经报警了，启东，你赢不了我的。你要是敢过来，我就杀了他。反正再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接我，这辈子都找不到我的。
珊珊，我弄死你！到哪了？悠悠！凝望脆弱虚假的面庞，我灵魂染上不会肮脏的成为一乱亲密的皮囊，你的繁华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真情与假意的对位，忏悔恶意的伪装被击碎，是非将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泪，爱名为谁？我脆弱虚假的面庞，将我灵魂染上不会肮脏的忧伤，罪欲在膨胀，成为意乱情迷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真情与假意的对位，忏悔恶意的伪装被击退，是非将心中伤悲。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啊，结果发现你不在病房，我都猜到你跑到启东这儿来了。这是我给你煲的汤，小火慢炖了5个小时。医生说你身体恢复最需要的就是营养了，所以我就拿出了我的看家绝技，你快尝尝。小坡，谢谢你。不过悠悠姐，你现在刚刚伤愈，医生说你要安心静养，就别过来陪床了。不陪床我不安心啊，我这样一直守着他，我就觉得下一秒他可能就醒过来了。可是启东已经昏迷了那么多天了，悠悠姐，你要守到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他救了我的命，他一刻不醒过来，我一刻都不会离开。东哥，你嘘。刚发生什么了？七小姐，我只不过在马桶上打了一个盹，你人就不见了。幸亏我及时发现，这液都输完了，空气都进血管了，都不知道。可我刚刚检查过的。这再怎么说你也是病人，没发现很正常吗？你先回去休息吧，东哥交给我就行了啊。那可不行。那我就按铃儿，让你的主治医师抓你回去。悠悠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多，安全了。刚刚多险呀！幸亏有我随机应变啊。记你一个。哎，不过东哥，你为什么不告诉悠悠你醒了呀？莫非你是在享受悠悠对你的关心和照顾？还是说你觉得绑架这个事儿是高珊珊和悠悠里应外合，所以你想探查一下？你觉得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放心吧，东哥，我一定会配合好，演好这出。七小姐，你怎么又来了？我已经康复出院了，我的身份不再是病人，而是祁东的未婚妻。这里的一切就交给我吧。不是，可是什么可是？你一天一半的时间都在厕所，也不知道你是在照顾祁东，还是在照顾马桶。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反正这儿的厕所也没有家里的舒服。这么安静的样子，可真不像你。快醒过来吧。When will I find my direction?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ain? How to make our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lain? Oh, my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drive all day. Oh, drive will be
taking 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inter is in the sun. Looking beautiful. 医生，医生，什么情况？是不是监护仪移动脱落了？没事，病人心跳有点过快，仪器自动报警而已。那他不会有危险吧？不用担心，昏迷会导致病人的心跳缓慢，但当进入苏醒状态的时候，心跳的频率又会加快，然后会逐步的恢复正常的。啊，那这么说，他马上就会醒过来了？真的吗？太好了！哎，你们两位，把这都拆了吧。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但是呢，他长期卧床，很容易出现压疮，记得经常给他翻身按摩一下。哦，好，避免皮肤长时间的受到压迫。好的，好的。哎，我还是遵循医嘱，先帮你翻个身啊。我翻身了啊。早就醒了吧？怎么不继续装了？让我猜猜，你不会是故意装病，为了让我照顾你吧？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救了我。我只是为了录音笔。救你，刚好而已。我懂。不管因为什么，我都欠你一个人情。所以，在你彻底痊愈之前，我会继续照顾你的。不必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我真的很怕你就这样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对不起。你做的。尝尝。医生。感觉怎么样？好很多了，恢复的挺不错，可以办理出院了。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恭喜康复。谢谢。慢走啊，医生。哎。出院了，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吃个牛排吧。可以，我来做。你做的挺好。华银，华银，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这个月的奖金没了。别啊，东哥，我这两天没闲着，我这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你看这地板，我擦了锃亮，都能当镜子使了。啊，还有那边特意请了米其林3星厨师，食材都是今天空运的。我限你1分钟之内离开，算你将功补过。得嘞，东哥，
还有一件事儿，安董明晚举办庆功宴，庆祝东哥拿下会展中心。东哥好好养身体，明晚我们高调亮相。东哥，你头发有点长。我给你收拾一下。未来是有起落，从前不论如何，也会风雨交错，可一切化作幸福颜色。关于我，关于你的执着，相爱总是很好，偶尔星雨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忘掉。Someone like you， 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世界重来，只要你在就安心。Someone like you， 牵你的手，我就是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伴你左右，把眼泪留从前，幸福蔓延到永远。Someone like you， 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伴你左右，把眼泪留从前，幸福蔓延到永远。对不起，我。
小哥哥，你能帮帮我吗？小哥哥，小哥哥，我的八音盒不见了，你能帮我找找吗？小哥哥，你能帮我找找吗？你过来啊！这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你把它搞坏了，你得赔我。对不起。看在你帮我找回来的份上，不要你赔了。不过你要先答应我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啊？我还没想好，你先说说你会什么吧。我会弹钢琴。你会弹钢琴？那你会弹这首曲子吗？童年的回忆。太好了，我正愁给爸爸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呢。这样吧，教会我弹这首曲子，我就原谅你了。拉钩，快点！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not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here the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Mayb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出诗啦？这哪是童年的回忆啊，这是童年的噩梦还差不多。我今天就要回城里了，要不你下一个暑假再教我吧。我们可是拉钩盖章的，100年不许变。我爸来接我啦，我走了，明年见。他叫游游，原来他会弹钢琴。游游从踏上这条路，就像在走钢丝，他输不起。我不希望游游以后的人生和你有任何牵连。有志，都别过来！都别过来！有志，我要杀了你们！先把刀放下！杀了你们！放下刀！别过来！我杀了你们！不要过来！不要吵好声的，有志，你先把刀放下。再过来我就杀了你们！有志，先把刀放下！不要过来！把刀放下！别过来！都别过来！先冷静点，杀了你们！先冷静点，别过来！再什么事都好商量。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的玫瑰呢？我的玫瑰放哪儿了？快把我的玫瑰还给我！把玫瑰还给我！我的玫瑰呢？你们把我的玫瑰放哪儿了？冷静点，有志。是不是你抢走了我的玫瑰？把我的玫瑰还给我！不。怎么了？不知道啊。是不是你抢走了我的玫瑰？啊！把我的玫瑰还给我！
还给我！把刀放下，刘震！冷静！你要是敢伤害他，你就再也找不到你的玫瑰了。冷静！啊！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警察同志，好，出事了！在哪儿？你们快看看去！好。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的玫瑰在哪儿。在哪儿？它就在楼下，我这就带你去见他。你见过他？我见过。你的玫瑰是不是紫色的？啊！来，听话，把刀放下，我带你去找玫瑰。把刀给我。你骗我！跟他们都一样，都是骗子，都是骗子！把我的玫瑰还给我！冷静点，有事！别动！别动！没事吧？都是骗子，你们骗我，是骗子！刚才吓着了吧？又都是骗子！怎么没事？这个疯子刚刚差点要了我的命！这种有病的人不住自己，发一身蠢。我好了，别动！我傻8号城犯人高珊珊不见了。什么？这种人就该给他关起来，不能放出来。冷静点，多危险啊！这哥，不好了，高珊珊想跟我们跑了。来，我来吧。中间还有一件事。别围在这儿，别看了，散了吧，散了吧。好了，散了。愣着干嘛？追！好一招一箭双雕，既试探了我的身份，又放走了高珊珊。看来录音的证据是拿不到了。现在只剩下宁海广场一个办法了。我先走了。东哥，高珊珊从安国轩的眼皮子底下跑了，安国轩的人到处都在找她。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没事吧？哎，不过东哥，这安国轩为什么多此一举啊？故意放跑高珊珊啊？醒来的高珊珊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他如果逃跑了，安国轩他就有下手的可乘之机。哦，所以安国轩用邮阵试探瑶瑶的同时，又趁乱放跑了高珊珊，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隐患给除掉。不过，这瑶瑶的心理素质可真够硬的，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挟持，又出手伤了自己的父亲，还跟个没事人似的。梅子，人在遭遇到极大痛苦的时候，会将自己的痛苦意识进行包藏，仿佛这些事情都跟他无关似的，但其实痛苦并没有消失，一直都在。来，坐。你说说我爸，这么多年，还记得他当年种的紫玫瑰
你说他是真疯还是装疯？会不会是他为了让安国轩掉以轻心，故意装疯卖傻？那如果叔叔是真疯呢？真疯的话，就更好玩了。认得出花，却认不出人。你知道紫玫瑰的由来吗？在古老的北欧，爱情之神商洛的未婚妻不幸逝世，商洛就将他的未婚妻埋葬在湖底的紫水晶里。后来紫水晶上长满了紫色的花朵，商洛呀就给它取名叫玫瑰。这些紫色的玫瑰就是未婚妻的灵魂化成花朵来陪伴爱人的。那为什么我见到的花朵都是红色的呢？那是因为啊，这个浪漫且凄美的故事传到了撒旦的耳朵里。撒旦他憎恨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所以呢，他就想毁掉这些证明爱情的花朵。后来，商洛为了保护紫玫瑰，就与撒旦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他的血滴在了紫色玫瑰上，把玫瑰染成了鲜红色，就成了红色的玫瑰了。哎，宝贝啊，你也想成为爱情之神吗？染红玫瑰啊？我不喜欢紫玫瑰。好，好，好，不喜欢。来，爸爸给你包扎一下啊。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玫瑰根本不存在紫色的种类，它不过就是杂交月季而已。心爱的玫瑰，实际上是月季。小破，你说我爸不会是因为这个疯的吧？送你一束花，什么时候买的？我在那边等你的时候买的。多少钱？好久都没送你礼物了，不贵。你要是喜欢，我经常给你买礼物呀。干什么？这是我的玫瑰。你有病吧？那不好意思啊，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就可以满大街耍酒疯吗？谁疯？你说清楚！你说清楚！干什么？你疯的！把这里处理好了。明白。啊？事还没处理完你就想走啊？哥们儿，咱们聊聊赔偿的事儿吧。我跟你聊个屁呀！5位数。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霸道。爱已多喧闹，幸福多转角，找不到。太多复杂，都得过且过。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等更多的事受不了。有我在，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别害怕。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等信号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却又想把这份爱抓牢。东哥，东哥。
东哥，这房子里怎么还有一间密室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不是，你一人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东哥，原来你陪我喝一杯。东哥，没想到你从小就喜欢悠悠，为她付出那么多，可是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呀？那你得多不容易啊！如果连你都瞒不过，我又怎么能瞒得住悠悠呢？东哥，可我不明白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悠悠啊？因为我太了解悠悠了。她呀，虽然看上去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但其实她很善良，很容易心软。我特别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真的就是安国轩的儿子。我与其告诉他这个真相，让他纠结，让他懊恼，我倒不如让他明白，我就是那个他最适合的复仇搭档。我就是一个他可以尽情利用的复仇工具而已。东哥，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前2天对悠悠冷漠，其实是不想让一些感情纠葛影响到你的复仇计划。安国轩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阴毒，还要多疑。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扳倒他，我们得时刻保持理智还有冷静，我们得比他更狠。悠悠，她是一个天使，本不该在地狱游荡。但如果这把直插安国轩心脏的利刃，他必须染血的话，那只能是我。
question.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en? How to make our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lain? Oh, my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travel day. Oh, travel will be taking a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not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ind and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Then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谢谢啊，我晚点再吃，现在还不饿。现在吃。怎么了？审核表的公章，这个没有问题，我复核过了。公章没问题，签名不对。虽然笔迹极为相似，但我爸的签名力道更重。你看，最后一捺他绝不会回勾的。况且，我爸从来没有修改过我妈的设计图，所以这张修改过的图纸有问题。拿出对应图表，一验便知。怎么一股汽油味啊？走。喂，立刻打到668号，沿海广场建筑空地东南角的临时办公室失火，有2人被困。 启东，你醒醒！启东，你不是说过要和我一起把安国轩绳之以法吗？我们现在就要成功了，你不能就倒在半路上啊！启东，你醒醒！启东。 启东，瑶瑶，你害怕吗？我怕，我怕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机会说了。启东，我真的好喜欢你。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
爱一朵喧闹，幸福的转角找不到，太多复杂都得过且过。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爱你。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要是我们今天就这么死在这儿，下辈子你一定要找到我，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一起，答应我。我答应你。我也有话要告诉你。悠悠，悠悠，悠悠，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我们这辈子也要在一起。黑暗在凝望，悠悠，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我还有好多事想和你一起做。在挣扎，挣脱一乱亲密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将情感加以的对位，忏悔恶意的伪装被击退，只会将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遗憾的泪，爱名为血。黑暗在凝望，穿透脆弱虚假的面庞，将我灵魂染上污秽肮脏的忧伤。罪欲在膨胀，挣脱意乱情迷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将情感压抑的对位，忏悔恶意的伪装被击退，是非将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泪，爱名为了谁。3天前，宁海广场临时办公室大火，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项目过往资料全被烧毁，就为宁海广场项目重启蒙上一道阴影。据悉，星耀集团董事长安国轩已经展开调查，严查火灾事故，并加强施工管理，确保融资大会顺利进行。醒了？我睡了多久啊？快1周了。不用担心我，我比你好多了。我前2天就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我给你炖了梨汤，医生说了，你吸入太多浓烟了，必须吃一点清肺的食物。你做的，你可以等我醒了再做的。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醒，就每天做一点备着。我之前昏迷的时候，你不是一直照顾着我吗？现在换我照顾你了。火灾的时候，有些话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可我不想就这么糊弄过去了。那个时候，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今天侥幸没死的话，我一定要紧紧地抓牢你。经历了这场火灾，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不想，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意被淹没。悠悠，我想和你在一起。哎呀，可惜了。可惜什么了？可惜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么付之一炬了。那把火会是谁放的呢？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你现在就跟我说这个？我差点忘了一个人，高珊珊。高珊珊有充足的理由放这把火，她不仅恨安国轩，还恨你我。不过，你说高珊珊现在会躲在哪儿呢？找高珊珊这件事，安国轩比我们更着急，让他找去吧。还有可能是录音里那个神秘第三人，我们刚想查他，他就想放火烧死我们。其实，录音里的……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探视时间都到了，家属出去吧。知道了，马上走。等你出院了，带你去散散心。去哪儿？不好，应该会有点远，可能会过夜了。啊？好好休息，把身子养好。走了。
就住1个晚上，带这么多东西啊？你懂什么？其实，这是我第1次送花。那我们今天去哪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真是令人怀念的海腥味儿啊！听人说，你小的时候，每次一到暑假，就会吵着跟你妈妈说要回到老家，所以在这儿，你有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陪你重温童年。背调没少做嘛。话说回来，你也姓齐，你以前也住这儿？谁说姓齐就一定要住在齐家村的呀？那我看你刚才来的时候轻车熟路的。你自己不也说了吗？我背调没少做。可惜了，过去10几年了，这儿的很多地方都认不出来了。今天包在我身上，我带你故地重游。相爱总是很好，偶尔星雨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忘掉。Someone like you， 让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没想到这里都翻新过了，还有一架新钢琴，和当年的一样。尤叔叔当年开发度假村建的这个景点很受欢迎，所以每年都有维护。还记得这首曲子吗？童年的回忆，你爸爸送给你的8音盒里的音乐。那个8音盒还救过一个小男孩。怎么没听你提起过？我跟你说一个故事。我记得那天也是一样，阳光很好，沙滩很暖，可是那个小男孩却往海水深处走去，他的背影
是那么的悲伤，好像顷刻间就要被冰冷的海水吞没了。我当时没有办法，只能把八音盒里小女孩的手摔断，然后再把她藏起来，让她帮我找，再以她弄坏我八音盒为由，让她教我弹钢琴。我只是希望啊，她的夏天能变得明媚起来。不过，我却连她的名字都没问过。再后来，发生太多的事情了，渐渐的，我连她的样子都不记得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他现在一定过得很好。为什么？因为难过的记忆会被新的记忆覆盖，所以无论当时的他有多么的痛苦，只要以后他每一次听到这首曲子，他都会想起你陪他度过的整个夏天，所以他一定是幸福的。那就好，那我的谎也没有白说了。你会弹这首曲子吗？When will I find my direction?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en? How to make our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ress? Oh, the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travel day, all travel will be taken a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not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ind and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mayb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齐家村远离市区的光污染，所以这也是观测流星雨最佳的位置。而且啊，今天晚上是英仙座一年中最大的活跃期。所以，我们今天就在海边过夜啊？你以为呢？哦，白瞎了我带那么多装。啊？啊？你说什么？我是说，你看我像是那种会对着流星许愿的小女孩吗？当然不是了。但是，我是那个看见流星雨就会想要带心爱的女孩来看的小男孩。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没想到你还是个这么浪漫的人。我确实不是，但是为了你，我可以是。你先进去，你快进去。火呀！这火不用熄吧？看来今晚的流星雨泡汤了。海边的天气阴晴不定的，我想应该很快就会雨过天晴的。小的时候，我也这样等过一场流星雨，就和今晚一样。
流星雨的不能睡。流星只是宇宙的尘埃，被地球引力给吸引，和大气产生摩擦，产生高温和电子跃迁，在夜空中形成光迹。每年落在地球上的流星有几十万吨呢。你这人可真扫兴。走吧，快要下雨了，今晚的流星雨肯定又泡汤了。我不走，我就要看流星雨。或许我是没有那份幸运吧，不仅没有等到流星雨，更没有迎来雨过天晴，得到的只是我和那个小男孩发了1个星期的烧。你看，雨停了。想不到你这么单纯啊，还相信流星许愿。我原本不信的，但是我遇见了你，我信了。你看，我们像不像流星？穿越了数万亿光年，才终有机会相见。是。